如果一个艺人长期面对网络谣言，他到底会选择沉默，还是拿起法律武器？大家好，欢迎来到黎春正。最近，围绕王一博的一些网络讨论再次引发关注，各种声音不断出现，有支持，也有质疑，甚至还有不少未经证实的传闻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面对这些消息，很多网友都产生了同一个疑问：为什么关于王一博的话题总能在短时间内登上热搜？而当争议不断发酵时，王一博和团队又会如何应对？事实上，近年来，王一博工作室曾多次发布律师声明，对涉嫌造谣、诽谤和侵犯名誉权的行为依法维权。这也让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如今娱乐圈处理网络谣言的方式已经逐渐从单纯发声明转向依法解决问题。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对于公众人物来说，面对网络谣言，保持冷静远比情绪化回应更重要。因为任何未经证实的信息，一旦快速传播，都可能对个人形象、商业合作以及正常工作造成影响。也正因如此，每当涉及名誉权问题时，王一博团队都会更加谨慎地收集相关证据，并通过法律程序维护合法权益，而不是让争议持续扩大。那么，你认为公众人物面对网络谣言时，最有效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是第一时间公开回应，还是交给法律解决？欢迎把你的观点留在评论区，我们一起理性讨论。接下来，我们继续分析王一博近年来几次受到广泛关注的维权事件，以及这些事件给整个娱乐行业带来了哪些新的启发。这段时间，围绕王一博的舆论风波再次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讨论。网络上有一些说法传得非常激烈，甚至把事件描述成一场围绕艺人商业价值、品牌合作、网络舆论和法律维权之间的复杂博弈。有人说，这是一次针对王一博的恶意舆论攻击，也有人认为，很多爆料内容尚未得到权威证实，普通观众更应该保持冷静，不要轻易被情绪带着走。但无论外界说法如何变化，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对于王一博这样的公众人物来说，面对不实信息、恶意造谣和网络攻击，沉默并不代表软弱，克制也不代表退让。真正成熟的处理方式，从来不是在网络上情绪对骂，也不是用流量去压制流量，而是把一切交给证据，把一切交给法律。如果有人恶意编造事实，损害艺人名誉，就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如果有人借舆论操控，制造负面标签，影响正常商业合作，也应该被依法追究。王一博一路走到今天，经历过掌声，也经历过质疑，拥有过高光时刻，也承受过外界压力。但真正让人佩服的是，他始终没有被这些声音带偏方向。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作品上，放在舞台上，放在电影角色里，也放在一次又一次自我突破之中。这才是王一博最难得的地方。他不是靠争吵证明自己，而是靠行动让别人看见自己。他不是靠情绪回应外界，而是用专业、冷静和法律意识维护自己的边界。所以，这件事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是那些夸张的网传细节到底有多刺激，而是他提醒了整个娱乐圈，造谣不能没有代价，抹黑不能成为生意，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个艺人的名誉不应该被随意消费，一个年轻人的努力也不应该被恶意否定。王一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清醒、坚定、克制。
他没有把自己困在舆论争斗里，而是一步一步往前走。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观众愿意相信王一博，支持王一博，因为大家看到的不是一个只会站在聚光灯下的明星，而是一个懂得坚持、懂得成长，也懂得用正确方式保护自己的年轻人。最近，围绕王一博的相关舆论再次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大讨论。有一段网传内容声称，在某个深夜的闭门会议中，一场针对王一博的舆论计划正在被秘密推进。按照这段内容的描述，会议现场气氛压抑，参与者围绕流量、商务价值、品牌合作和网络声量进行推演，甚至试图通过集中投放负面信息，影响王一博的公众形象。当然，这些具体细节目前并没有得到权威证实，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事实来讲。但它之所以引发争议，恰恰是因为它戳中了很多观众最担心的问题。在今天的娱乐环境里，一个艺人的努力会不会被恶意舆论轻易抹黑？一个人的口碑会不会被所谓黑稿、水军、带节奏强行扭曲？网传说法中提到，所谓操盘方试图抓住王一博的商业价值、路人好感和顶流身份做文章，制造诸如数据造假、职业态度争议、商业价值下滑等负面标签，再通过多个平台同步扩散，让普通网友在短时间内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这样的描述听起来很夸张，但也让人不得不思考一个现实问题：当信息铺天盖地出现时，观众真的能第一时间分辨真假吗？当同样的话术被反复传播时，路人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影响判断？这也是为什么王一博这些年面对争议时，始终选择用更加冷静的方式处理问题。王一博很少在网络上情绪化回应，也很少把自己卷入口水战，他更多时候是保持沉默，把精力放在作品、舞台、电影和专业表现上。但沉默并不代表没有态度，克制也不代表可以任人伤害。真正成熟的维权，不是吵赢一场网络争论，而是保存证据，交给法律，用合法方式维护自己的名誉和权益。从这一点来看，王一博身上最难得的地方，就是他的稳定。他面对掌声时不飘，面对质疑时不乱，面对恶意声音时也没有被情绪牵着走。一个公众人物能够走得长远，靠的从来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长期的自律、专业和清醒。所以，与其纠结网传细节是真是假，不如从这场讨论中看到更重要的一点：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造谣不该没有成本，恶意抹黑也不该成为某些人牟利的工具。王一博能够被越来越多人支持，不只是因为他有流量，更是因为他始终用行动证明自己。面对复杂的娱乐圈环境，王一博没有被噪音吞没，而是一步一步把自己的路走得更稳、更清楚。这才是王一博真正值得被肯定的地方。如果说一场舆论风波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并不是某一条黑稿本身有多夸张，而是当同一种声音在短时间内铺天盖地出现时，很多人根本来不及判断真假，就已经被情绪推着往前走。围绕王一博的相关网传内容中，就有这样一种描述：大量负面信息突然集中出现，标题一个比一个刺眼，措辞一个比一个夸张，仿佛要在最短时间内把王一博和所谓数据争议、商务争议、职业态度争议强行绑定在一起。当然，
这些具体数字和细节目前都没有权威证实，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事实传播。但它能引发讨论，恰恰说明了一个现实问题。在流量时代，谣言如果被包装得足够像真的，就可能误导很多不明真相的路人。一开始，很多普通网友只是抱着吃瓜心态点进去，可当同样的话术、相似的截图、类似的评论不断出现时，有些人就开始动摇了。难道真的有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说？如果是假的，为什么会闹这么大？这就是网络舆论最危险的地方，它不一定马上让人相信，但会先让人怀疑，而怀疑一旦被放大，就会变成压力。网传内容里还提到，在负面声音不断发酵时，外界对王一博的讨论一度变得非常激烈。粉丝急着解释，路人半信半疑，黑粉趁机狂欢，营销号不断加码，整个舆论场像被按下了加速键。可是王一博这边却没有立刻情绪化回应，没有长篇争吵，没有隔空喊话，也没有陷入口水战。这恰恰是王一博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很多时候，真正有底气的人不会急着证明自己有多委屈，而是先稳住局面，再用更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因为王一博很清楚，面对恶意造谣，最有力的回应从来不是吵赢评论区，而是拿出证据，依法维权。当网络上各种说法越传越离谱时，真正能够让局面停下来的，不是情绪，而是法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支持王一博的人认为，王一博并不是不会反击，而是不做无意义的反击。他可以沉默，但不会纵容伤害；他可以克制，但不会放弃维护自己的权利。一个成熟的公众人物，最重要的不是在每一次争议里声音最大，而是在关键时刻知道该用什么方式保护自己。所以，与其被那些未经证实的夸张爆料牵着走，不如回到最核心的问题。如果有人恶意制造虚假信息，就应该承担责任；如果有人试图用舆论伤害一个人的名誉，就不应该让造谣变成零成本。王一博这些年能够走到今天，靠的不是一次两次的热搜，而是长期稳定的作品、舞台表现、专业态度和自我要求。他不是没有经历过风浪，但每一次风浪过后，王一博依然站在那里，继续拍戏，继续跳舞，继续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才是最强的回应。真正的口碑不会因为一夜之间的噪音彻底崩塌，真正的实力也不会因为几篇黑稿就被抹去。王一博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就在于他始终清醒，始终克制，也始终知道自己要走的路在哪里。围绕王一博的这些网传内容中，还有一个非常敏感的讨论点，就是所谓数据注水、商业价值泡沫、品牌合作出问题等说法。这些说法听起来很刺耳，也很容易带动情绪。因为对于一个艺人来说，作品口碑、个人形象和商业价值都是多年积累起来的东西。一旦被恶意贴上负面标签，哪怕最后证明是假的，也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很大伤害。所以我们必须先说清楚网络上流传的具体细节。所谓证据包、录音、内部邮件和聊天记录，目前都不能直接当成事实。普通观众在看到这类内容时，最需要做的不是立刻站队，而是先问一句：证据从哪里来？有没有权威来源？有没有正式通报？有没有法律结果？但这场讨论之所以值得讲，是因为它
它让很多人看到了娱乐圈舆论环境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艺人的商业价值常常会成为攻击目标。当有人想要打击一个公众人物时，最常见的方式不是直接否定他的作品，而是先制造怀疑，比如说他的热度不真实，比如说他的数据有水分，比如说品牌只是被流量裹挟，比如说合作方已经不满。这些话术一旦被包装成业内爆料，再配上一些所谓截图和模糊说法，就很容易让不明真相的路人产生误解。可是王一博这些年的发展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真正稳定的商业价值不可能只靠一时流量撑起来。王一博能够持续获得关注，并不是因为某一条热搜，而是因为他在多个领域都展现出了长期稳定的影响力。舞台上他有实力，影视作品中他敢挑战，赛车领域里他有热爱和成绩，品牌合作中他也一直保持着专业、低调和配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粉丝会相信王一博，不是盲目相信，而是因为他们看过王一博一路走来的轨迹。一个人如果没有真实的观众基础，没有长期积累的口碑，没有足够稳定的专业表现，是很难在娱乐圈这样高压的环境里走这么久的。至于网传内容里提到的所谓职业态度问题、耍大牌、辱骂工作人员等说法，更应该谨慎看待，因为这种指控对艺人名誉伤害极大。如果没有清晰证据，任何人都不应该轻易扩散。王一博给外界留下的长期印象，恰恰不是张扬跋扈，而是话少、专注、做事认真。他在公开场合很少过度解释自己，也不喜欢把情绪摆在台面上。很多时候，他只是安静完成工作，然后把结果交给观众评价。这种性格在舆论场里有时候会吃亏，因为当别人急着制造声音时，沉默的人往往容易被误解。可也正是这种沉默，让王一博显得更难得。他不是没有态度，而是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效的回应。面对恶意猜测，最重要的不是情绪反击，而是保存证据，依法维权。面对不实指控，最重要的不是和每一个营销号争吵，而是让事实和法律说话。这也是王一博身上很值得年轻人学习的一点。你可以不争一时口舌，但不能放弃自己的边界。你可以保持克制，但不能让恶意伤害变成理所当然。你可以不解释每一个误会，但在原则问题面前，必须坚定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当网传内容把所谓品牌拉黑、全面解约、商业价值归零说得非常夸张时，我们更应该保持理性。真正的商业价值不是一篇黑稿可以定义的，也不是某些情绪化言论可以抹去的。一个艺人有没有价值，要看他的作品影响力，要看他的公众认可度，要看他长期合作的专业口碑，也要看他能否持续创造新的可能。从这些方面来看，王一博依然是非常稳的。他没有因为外界争议停下脚步，也没有被复杂的舆论消耗掉方向感。王一博依然在自己的道路上往前走，继续拍戏，继续突破，继续用作品和行动回应外界，这才是最有力量的地方。谣言可以来得很快，但真正的口碑需要时间验证。黑稿可以写得很满，但真实的人品和专业态度不会被几句话轻易摧毁。王一博最让人欣赏的，不是他从来没有遇到风波，而是每一次面对风波时，他都能保持清醒、克制和坚定。这也是为什么
越来越多观众愿意继续支持王一博，所以回过头来看，王一博真正值得被肯定的地方，并不只是他的流量和热度，而是他在复杂舆论面前始终保持清醒、克制和坚定。谣言可以来得很快，情绪也可以在一夜之间被点燃，但真正的口碑需要时间验证，真正的实力也不会因为几句未经证实的话就被轻易抹去。王一博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大家，沉默不是软弱，克制不是退让。面对恶意声音，最有力的回应不一定是争吵，而是把事实交给时间，把问题交给法律，把更多精力留给作品和成长。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观众愿意继续相信王一博，支持王一博。因为大家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站在聚光灯下的明星，而是一个懂得坚持、懂得自律，也懂得用正确方式保护自己的年轻人。那么你认为，公众人物面对网络谣言时，最好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是立刻回应，还是依法维权？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黎春正。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